玉帝要降灾人间，家家户户却抢着把福字倒着贴，谁也不知道这看似荒唐的举动，竟是门神和瘟神斗了300年的局。很久以前，人间有个瘟神，每到年关就下界散播瘟疫，心狠手辣，不管好人坏人，一染病就痛苦不堪，百姓苦不堪言。玉帝心疼人间，便派秦琼、尉迟恭2位将军下凡，守在百姓家门口挡灾避祸。这就是最早的门神。瘟神气坏了，往年他总能肆意作乱，今年却被门神拦在门外，半点便宜都占不到。他咽不下这口气，偷偷跑到天庭告黑状，诬陷门神收了人间的好处，故意包庇凡人，不把天庭的规矩放在眼里。玉帝一听大怒，当即下旨让瘟神在年30夜里下界查探，凡是门神看守不严的人家，一律降灾惩罚。这番话刚好被灶王爷听见，他急得团团转，门神再厉害也没法守住每一户的每一个角落，照这样下去，百姓肯定要遭殃。可灶王爷只是个小神，根本没法正面阻拦瘟神。就在这时，人间有户穷苦人家，当家的不识字，过年请邻居写了个福字，回家一着急直接贴反了。家人想撕下来重贴，他却笑着说，倒了就倒了，图个吉利。灶王爷眼前一亮，立刻想出了办法，他化作一阵风，悄悄提醒千家万户，快把福字倒着贴，越随意越好。百姓半信半疑，纷纷照着做。一夜之间，家家户户的福字都倒贴在门上，看上去有些杂乱。年30夜里，瘟神得意洋洋地下界查岗，他看到家家户户福字倒贴，当场大笑，觉得凡人连福字都贴不好，门神一定是偷懒懈怠了。他正要动手降灾，门神突然现身，厉声喝问他凭什么乱下定论。瘟神指着门上的福字说，连字都贴反，还不是看守不严？门神哈哈大笑，告诉他，福道就是福道，这是人间百姓诚心祈福的吉兆，根本不是混乱。瘟神这才知道自己被摆了一道，他不肯认输，立刻掏出霉运符，想从门窗缝隙塞进百姓家里害人。眼看符咒就要进门，灶王爷从灶台里跳出来，抓起一把灶灰撒了过去。灶灰带着人间最旺的烟火气，一碰到霉运符就将其烧成灰烬，还烧到了瘟神。瘟神疼得哇哇大叫，转身想逃，却被门神牢牢拦住。灶王爷开口道，你只看到人间的混乱，没看到百姓的善良，只想着降灾，却挡不住人间的烟火正气。瘟神无言以对，只能灰溜溜逃回天庭。玉帝知道真相后，不仅没有怪罪门神和灶王爷，还将倒贴福字定为过年习俗，让人间永远记住这份智慧与温暖。从此每到过年，家家户户都会把福字倒着贴，一来迎福到家，二来避灾保平安。这看似反常的举动，往往藏着化解危机的智慧。心向善良，守住正气，再厉害的邪祟也伤害不到你。一家人齐心守护小家，就是一年最稳的福气。